物理极限来讲的话，你从微米啊，再到奈米，你总有一天，不管是什么定律啦，到最后就是它有一个限度，到极小化。那个物理的极限，你要靠更多的电力去支撑。彼此的发展，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我觉得马斯克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这个最后的那个电力等于是发动机啊，你的发动机不够，发动机不如人。输出的力道不够的话，再好的晶片你不一定能够用得出来。好，我们说中美两强这个 G2 啊，就是拼得你死我活的，而且呢是竞争格局架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当然未来呢，大家比拼的是高科技，尤其是 AI 的竞争。很多人以为呢，这个 AI 竞争拼的是谁的晶片比较厉害，谁比较是先进制程的。但是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最近他在接受访问时啊，他却给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他还丢出了一个震撼弹。他说，中国大陆很可能在 AI 竞赛中要领先全世界，因为未来 AI 竞赛的关键不是在2奈米啊、1.8奈米啊，甚至更高制程的，而是呢，在一个更现实，可是却被美国刻意忽略的问题，就是电够不够用的问题。马斯克直言说，2026，中国大陆的发电量可能是美国的3倍。反观在晶片制程方面啊，从3奈米推进到2奈米。机器成本提升到2倍，但效能却只增加10%左右。当然，这也意味着晶片制造技术目前已经难以大幅度的突破。对于后进者，也就是大陆的华为来说，将会更容易的追上。好，所以黄老师，当马斯克提到了电其实是未来的关键，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哈，能源是一个，还有人才是一个关键，特别点到了电，就是能源。这个大陆的发电量远超过美国的时候。这场 AI 竞赛哈，接下来的发展怎么看？没有电就没有 AI，就应该是说 AI 持续往前发展，它的耗电很大，所以电的充足非常关键。但是呢，这个电力不一定会转成算力。那个就是诚如刚刚何荣讲的，你有充分的电力，问题你的制度、你的政策、你的人才、你的封装、你的产业聚落、你的软体发展，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中间有任何一个没有到位，电再多，你不一定能够转换成为你的集体的算力。对我们讲算力及国力，但算力的后面真正的那个国力啊，算力变成国力中间，就牵涉到你到底能不能用，你取得了这些电力，你取得了这些算力以后，你要拿它用在什么上面？如何增加国家的权力？如何累积更多的财富？如何推进更高一层的科技发展？这一些很多跟人有关，跟人才有关，所以它又牵涉到人口结构的变化、教育政策。它并不表示我有电的话，我一定就赢，对，一定就强。对，所以电的部分比较像是我们听到像是硬件、硬体这部分哈，人才是软体啊。那如果我们拉高来看，说一方在追，也就是中国大陆这边在急起直追，美国这边在挡，就是不让中国大陆追上。这一追一赶之间呢，这个攻防上面，在未来尤其是科技上面的战略，他们会如何做调整？就物理极限来讲的话，你从微米啊，再到奈米，你总有一天，不管是什么定律啦，到最后就是它有一个限度，到极小化，那所以物理的极限，但它并不代表你真的那个物理的极限，你要靠更多的电力去支撑。对，那彼此的发展，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那我觉得马斯克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这个最后的那个电力等于是发动机啊，你的发动机不够，发动机不如人，输出的力道不够的话，你再好的晶片，你不一定能够用得出来。所以他才说电不会转成智慧。但智慧并不代表转成成功啊，对对不对？一样的道理。所以其实现在马斯克已经提醒了美国说，赶快要准备好这个发电哦，因为呢，光是这个基础建设如果追不上中国大陆的话，恐怕会被反追赶。中美之间还有一场晶片的角力，现在正在进行，也就是这一阵子我们常常讨论到 H200，他们要卖到中国大陆去这件事情啊。北京现在传出呢，采购 H200呢，必须要搭配一定比例的国产晶片，而辉达这边呢，也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进一步的要求说，中国大陆的订单呢，必须要全额预付，先把钱全部付清了才出货。
但这个要求呢，对于下单订购的企业来说，将会是非常沉重的资金负担。所以呢，后续掀起的效应，现在外界都在观察。怎么看呢？Russ， 你觉得？一方面，北京要求 H200你要卖到中国大陆来，你必须要搭载，就是说搭配我们这个国产晶片。而辉达这边也出招，是要全额预付哈。中美各自背后的盘算。中国要本地企业多购买国产晶片是可以理解，毕竟他们希望以后最新的最关键的科技是中国制造的，不是购买美国的，所以他们有这个要求，这个政策是可以理解。但是同时回答有这个新的条件，要全面预付，也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怕，明天中国会不会突然改变政策？目前提出的理由是这个，会不会禁止你购买？而且辉达要开始资产的话，也有 cost， 对不对？所以他们不是他们的想法说，我们这么先。我们自己花钱啊，你今天说你要买，我们先花钱资产，然后你后天说你不能买，因为政府政策这个我已经做了。对，所以可以理解，而且预付的话，至少虽然汇达也没有缺现金，但是也可以中间时间赚很多利息了，所以这个也很聪明。而且万一中国改变政策的话，我相信到时候汇达。不会第二天立刻换钱，可能会拖一阵子才会换钱给他们的这些中国客户。但是不得不说，因为已经有非常明确的声音，还是有美国国会议员今年想通过用法案的方式来。还是限制一些比较关键的最新的晶片出口到中国去。那假如说如果真的成案的话，那川普会不会使用否决权？目前真的是一个问号。我现在就是看怎么谈嘛。那辉达说要全额预付，那中国大陆这边如果说要谈这个全额预付，可以啊，我国家当做后面的力量来支持你，可以啊。但是问题是你要给我更高阶的，有没有可能？难，我认为川普他的想法是，我已经让步很多，我已经同意H200可以卖到中国去。本来美国是限制了，我已经让步好大。那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固定的立场，他会直接跟习近平说，对不起，我不会在这方面你要更高的科技是不可能。好，聂老师怎么看？因为其实中国大陆也很会谈，你今天要我全额预付可以啊。你给我更好的条件。我刚刚讲一下，他真的是让步 H200嘛？大家知道才半年了，从 H20马上跳6倍算力到200。我跟你讲，他突然发现200没有什么，因为后面还有 Blackwell 那个数学家的名字，还有一个天文家的名字。对呀，我跟你讲，全方位6种东西组在一起，他发现跳太快了。我跟你讲，过明年之后 ，Blackwell、Rubin 又是我们谈的旧议题。没错，太快。我先讲一下，中国讲不好听，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计划规划型的，所以他所有东西都不是口号，都是蓝图。我讲他的计划经济，大家知道，经济5年经济一直到现在15要开始，每一次都超标。第二个呢，大家非常清楚啊，科技在中国制造2025，在2015写出这个文本，讲出3步走，用工业化、资讯化的2个重点走3步走，2025、35、45，推了9个任务，10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新一代讯息，当时走5G、6G，再来就是这个所谓的科技，包括航太，还有这半导体。各位想想看啊，中国当然不管从川普1.0版一直到这个拜登。华为被抑制的多惨，大家知道吧？好，但华为现在情况怎么样？越挫越勇，对不对？它甚至是全方位多目标的去行进哦。它不管它私底下的这个，你看它在2012年的一个这个星光工程师所弄出来的，就是因为躲避制裁，去另外搞了一个这个子公司叫新凯来，大家都听过，它专门去搞半导体研发。这个原来是一个资讯通信的公司哦。说到了晶片科技，当然我们知道台积电啊，这个最近他们在官网的技术页面上面。更新了一行文字，大家睁大眼睛去看，到底改成什么？上面文字是写着说，台积电2奈米技术已经按计划于2025年第4季开始量产。好，那这是台积电的第一个采用全环绕闸极奈米片啊，就是全环绕闸极是 GAA 啊，这个奈米片电晶体的制成节点。而在新结构中，这个闸极完全包覆由堆叠水平奈米片形成的通道。几何构造呢是能够显著的提升电磁控制力，来减少原本这个漏电的问题。那同时呢，缩小电晶体的尺寸，增加电晶体密度，也不会牺牲效能或者是功耗的效率。另一方面呢，台积电1.4奈米制成的这个工厂的地基工程，
在2025年11月初也已经正式开始动工了，量产目标的时间是定在2028年。好，所以二奈米哈，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大约是头发直径的10万分之一。黄老师，这个我们提到了2奈米啊，甚至说2奈米以下哈，未来还要攻1.4啊，在研发上要突破的这个技术门槛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哦，就是其实 GAA 或者是 MBC Fab， 就三星提出的架构，其实都讲了有一阵子。那真正做出来，并不是在研发功夫上的突破，而是在制程上有一个很明确的突破。那这跟台积电的战略很有关系嘛。那我们今天要做到2奈米跟1.4奈米，那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它不要漏电，希望它不要漏电。但是做到这么小尺度的时候，就像你的隔音材料很薄，你的声音就很容易穿过去，你的能量很容易穿透过去。在原子尺度的这种漏电上，就是来自这种穿隧行为。那台积电可以做到在制程上技术的突破呢？最重要的在于它可以做到原子级尺度的精密的加工跟制造，把它做得非常的平整，让它不会去漏电，这个才是台积电在技术上最大的突破。那回过来说，为什么台积电能够领先业界这么快去量产这件事情，其实跟 CoWoS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家一想，先进封装跟先进制程，这有什么关系？对，当时台积电的策略，你今天要用我的先进封装的前提是，你必须把握我的 CoWoS，我的先进制程。所以台积电领先业界有非常多的时间去累积很多 data set， 然后去做它的 coordination， 它做出它全部的象限表之后，它就可以很快的在制程上去提高良率，达到量产的可行性。这是台积电在整体策略跟研发的功夫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突破门槛。那您觉得2奈米在量产以后啊，因为现在看起来是指日可待的，而且是应该不会太久。如果真的进到了2奈米量产的一个状态之后，全球半导体的格局，就是半导体的竞争格局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最后它可能会开始变成某项特定的某几个专项元件，有某几个特定的公司去做。因为今天2奈米制程甚至14A 这种制程，它是属于国家级建设的，国家级建设型的一个半导体制程策略。那这个东西并不是单一一个小公司它就可以去完全支撑起来的。那这样子的制程规划下，它会瞄准几个比较大方向的，尤其是现在最主要大家去看到 AI 这个部分。那至少在 Silicon 在矽跟锗的这个体系之下，我相信它至少走5年、10年甚至15年都是没有问题。那接下来会在这个战局杀到白热化的时候，也许其他就要转型去做其他半导体材料方面，在架构上做更多的提升，因为毕竟这个材料在物理可能已经走到某一种极限。那在工业的角度上，就是继续去拼谁可以更分工细作的把东西做出来。那另外一个策略是怎么在材料跟物理极限上进行更大的突破。对，就我们讲说台积电，其实台积电现在在除了专业的研发不断追求突破以外，这几年大家知道，因为地缘战略的关系，所以呢，现在所有的厂商都得考虑地缘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台积电在全球的布局啊。2奈米量产呢，它的重点是在新竹宝山 Fab 20厂。那新竹宝山的 Fab 20厂呢，也已经进入了生产阶段啊，预计每个月会有2万到2万5千片的产能。那1.4奈米的这个制程新厂呢，是在中科。根据韩国媒体 Digital Daily 他们的报道说，3奈米制程呢会在 Arizona 的工厂提前将近1年投产，1号厂呢将会在今年就是2026的第4季开始4奈米制程的量产，2号厂呢在2026年第3季要开始安装设备，目标是拼2027年实现3奈米制程量产的目标。好，当然这个台积电。他们承诺，因为之前大家看到川普跟魏哲嘉2个人在白宫开记者会那台积电也承诺说，在美国要建立一条稳定的生产线，甚至现在看到了他们是提前做到的。而且最近媒体也有一个报道，我记得是商周，台积电的供应商也特别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未来呢，不管是材料也好，设备也好，你必须要超过一半，就是在50%是一定要美国制造的。好，所以 Russ。目前台积电告诉大家2奈米是留在台湾，是告诉大家说，大家不用担心，先进制程还是在台湾，就算在美国的也都是2奈米以上的，不是最尖端的，是要让
台湾的民众放心。你怎么看呢？台积电跟川普美国政府之间的斗智？请问台湾谁很放心这件事情？因为过去几年，每次政府不管是谁，前经济部长郭哲辉或别人说，将来什么什么时间，1年、明年什么时间，最先进的晶片不会在 Arizona 资产，然后后来已经调票几次了，不是吗？所以我相信所有的台湾人都知道，这个是一个 moving target， 就是说，就迟早的事情。迟早最先进的科技还是会在美国资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只要是今天的最先进科技，美国会坚持，美国会需要说那是今天的最先进的科技，必须要在美国资产。就在美国一定要比照办理有一套。美国不管怎么样，美国会继续向台湾政府跟台积电施压说，只要是你最先进的科技、最先进的晶片，那你一定要立刻。那当然立刻不是明天，但是美国会坚持你最先进的科技还是要在美国制产。所以以后台湾也没办法继续说，我放这个承诺说，将来几年最先进的科技不会到美国资产，不可能，美国永远不会满意，美国会继续施压。好，但是在海外设厂这件事情啊，其实它并不是说在像是这个开 7-Eleven 一样，好，在台湾这边 OK 的话，到了美国那边立刻就可以马上啊，设备、人力全部都可以找来以后，就立刻开一家分店，因为它是晶圆厂。它不是像开小七一样这么的容易的。所以如果今天台积电必须要先说服美国政府，特别是说服川普在未来接下来的2年，他要让川普知道没有那么容易啦。他能怎么样让川普知道这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呢？那当然，美国是不容易的事情。盖工厂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台积电不管是在台湾、日本、美国、德国盖厂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速度是相当快，而且通常他们是比原来的 schedule、原来的时间表还提早。盖好工厂，因为台积电这方面真的是非常厉害，经验非常丰富。毕竟他们已经在台湾盖那么多工厂，硬体 OK， 那在工厂他们真的知道怎么做。对啊，硬体 OK， 软体呢？人才人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问黄老师，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才的部分是涉嫌到一个不能公开说的秘密，就是说你问100个台积电工程师，最聪明、最厉害的工程师，好，你要选择，你将来10几年要继续在新竹、台南、高雄工作，还是你要搬到 Arizona 住在美国，小孩可以变成美国公民，至少拿到绿卡。你想留在新竹还是去 Arizona？ 对不起，我知道台湾观众朋友可能我说这句话，有一些人会不满意，但是你可以这些台湾作为优秀人才，这个选择。谁不想去美国了？黄老师补充一下，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人才，我觉得这跟台湾人的性格还是蛮有关系的，就是真的大家很认份、很打拼的去完成很多事情，真的是台积电这10几年突然突飞猛进的关键要素了。但其实近几年，像欧美的各国也是有派一些人到台湾来培训这个东西，但能不能把这个文化转嫁到人才身上？这个是目前为止的，像Justin 他们也派了一批学生到台湾开始研习，然后甚至今年也有一些那个从美国来的学生，他们就说我们不怕辛苦，但我们想了解 Fab 在干什么，对，去学习这个文化，这个才是逐渐在人才上转变的一个我看到的一些方向。了解，马老师啊，这个2件事情如果跟台积电有关的合并观察，接下来请教你，就是第一个，美国政府核发年度出口许可，允许台积电持续向中国大陆台积电的南京厂来进口美国晶片的制造设备。第二点呢，就是路透在31号报道说，辉达将会积极满足大陆科技厂商所开出的需求。那陆方现在采购是200万颗 H200的晶片，预计在2026年要交付，就今年。那辉达呢，目前的库存是只有70万颗，所以呢也已经赶快接下台积电，要扩大产能2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难得的机遇这个华补可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嘛。不过要小心的是什么？
对，我觉得川普还是一个这个思虑非常周密的人哦，他会开出这些条件，包含卖，还有这个包含到南京，他可以在过去设备上控制，但是现在解禁，对，他主要是川普谈一个条件，就是跟黄仁勋说你卖过去，但是我要抽25%的利润。哦，那我觉得最赚钱的还是美国政府嘛。那当然这件事情对黄仁勋来讲应该不困难，因为他的这个 H200的毛利率是70%哦，那再拨出去25%的利润，其实他还是赚钱的。那我觉得在未来就是说以 H200为核心的这个整个封装线，或者是整个软体的这个的生态链吼，它会暂时出现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过去中国大陆拿到是 H20的这个晶片，它跟主流规格又不太一样，但是它现在就拿不到 B200嘛，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的迷思都在什么是最先进，但是因为在科技产业速度实在太快了，所以我觉得永远没有最先进，它就是只要你1年过去就是下一代，或者是这个接下来的技术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川普这个放行，它对台积电获利一定会有增加的效果，但是台积电的主要客户非常的多，Intel、这个 AMD、高通、博通一大堆的其他的这个厂商，所以就是说黄仁勋的 NVIDIA 只是扩大了它的这个台积电生产的这个量能或需求，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还不是真正台积电就是最赚钱的部分，或者是说非得要靠这个赚钱，但是一个力度。路透社最近最新的报道是，根据4名消息人士表示呢，在美国总统川普表达他允许 NVIDIA 辉达向中国大陆出售 H200人工智慧这个 AI 晶片之后呢，大陆方面看到字节跳动还有阿里巴巴已经分别向辉达询问买晶片的事情，但在此同时呢，彭博也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北京的寒武纪最近也有扩产3倍的计划。那报道中指出呢，寒武纪准备在2026年交付50万台人工智慧加速器，其中包括了多达30万台最先进的思源590还有690的晶片，而晶片主要会采用中芯国际最新的 N+2就是7奈米制程来制造。好，现在看到了中美2强在科技上的博弈啊。美国方面是出口加上促使对手更加的依赖，而中方这边呢，则是用进口再加速自主国产化。所以2强在2026这新的一年啊，马上就要新的一年了。新的一年高科技的赛局，双方都好像认为自己是站在了有利的制高点啊，但是后面怎么样去评估它接下来的发展，马老师？我想现在就是习近平在这个20大的时候，其实把这个科技自主创新当成是一个基本国策来看，所以我觉得从2022年到现在这个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用举国的力量去发展它的高科技产业，这是确定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科技战的逼使下面，其实它逼出了中国的一些东西，比方说中国有自己的光刻机，虽然大家质疑它的这个制程不够先进哦，那28奈米，但是全世界除了艾斯摩尔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做出光刻机，那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里程碑，我认为，也就是说，在科技竞争的过程里面，他把中国逼出了一些东西。那现在美国说要卖这个 H200后，我看了一下 H200，的确它的制程很先进，它是非常先进的晶片，我觉得4奈米，但是我并没有认为，因为美国卖了这个晶片，它会阻碍或者是放慢中国大陆发展脚步，因为这是2条平行线。H200的使用是一种市场的趋向，就是现在它能够方便的取得晶片，这是一个方向。但是另外一块，中国在自己发展自主的科技创新过程里面，它是用举国体制继续在推，所以我觉得这2件事情本身应该没有相互干扰性。而现在全球的市场都在抢晶片，所以能拿到 Why not 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而且其实讲到寒武纪，像上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像是木犀也好，摩尔县城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大陆现在慢慢崛起，而且是渴望成为后起之秀哈，而且是会成为非常这个有影响力的这个 IC 设计公司哈。你说光是人就是人才就非常的多哈，那所以接下来就是看时间，那中美之间在这中间怎么样去比拼。有一份最新报告啊，我们带大家来看，是这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他们有一份最新报告，
说呢，尽管华为的人工智慧就 AI 晶片取得了进展但是辉达整体 AI 硬体的性能仍然是保持领先，而且优势会继续扩大。以目前公开的 AI 晶片性能资料还有生产力来估算的话，他们认为，就是这个报告认为呢，华为几年内都无法缩小与辉达的差距。而这个报告也预测呢，到2027年下半年，辉达最佳的 AI 晶片性能可能比华为的晶片高，就是性能要比它高，还要高出17倍左右。反观华为在2年内不太可能会推出超过辉达 H200性能的晶片。而华为预定在2027年的第4季要推出这个升腾就是 Asen 960晶片，在2028年准备上市。听到这边，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好奇这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这个资料到底是从哪来的？因为呢，我们讲说很多事情要有所本建文兄觉得他这个本从哪里来？他这个本当然从行业里面来。这个行业里面，对 AI 晶片里面行业的龙头是谁？当然就是辉达。当然如果说不是辉达，可能也和辉达有关嘛。因为知己知彼，他才能这个研判出可能真正双方的技术虚实差距，还有未来的前景。但我觉得其实黄仁勋提供，他也只是针对他整个行业正常的发展路径图来做相关的研判，比如华为的最好的芯片和我的目前产品可能差多少，它可能还要多少时间，按正常的发展才可以追赶上。但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举国体制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寻求突破，而且这几年已经发现，真的在部分关键的这个环节已经有所突破。比如说之前有所谓的自制的 DUV， 最近有所谓推出第一台 EUV 的原型机，其实这都对中国大陆比较目前这个居于劣势的制造这个部分，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升效果。此外，中国大陆的相关行业里面，在有些新的材料，那也陆续推出，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讲的这个光子晶片，那也是其中一个代表因此，对于说中美在整个 AI 晶片的竞争里面，我认为这种出乎意料的这个发展，可能会让美国相关的业者在评估上，比如说领先的差距上会打一些折扣。而且大家要知道，中美两大国在这个整个 AI 的相关的竞争，这个算力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算力就是相关的晶片、相关的这个科技能力。那另外还涉及所谓的大模型，那另外还有电力能否提供足够的电力，让 AI 的发展呈现着一个比较持续的火力。在诸多的部分，其实中美两国其实各有擅长。比如大家都普遍公认，像在电力这个部分，中国大陆居于很大的优势。算力这种晶片，中国大陆目前在苦苦追赶。那另外，在这个模型这个部分，其实中美各有擅长，因此这个竞争，我认为短时间，比如说2年、3年、5年，可能还看不出来，把时间拉长到可能10年左右，双方鹿死谁手，或者各有一片天，到时候可能会有更细致、更正确的研判。对，其实尤其在科技领域接下来我也想请教骆老师，就是一定是叠对叠的我们台面上面看到，就是你现在公开的资料是如此的你的技术到达什么样的地步程度，然后你突破了什么样的关键技术，那些都是台面上的，台面下的我们看不到。不管是中方也好，是美方也好，可能都是如此。那因为我想到先前听过林本坚院士他的一场演讲未来最关键就是在半导体的发展上面，最关键的还是在能源，就是电的问题，以及呢人才的问题人才现在流失或是分布在各地有没有办法集中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呢也要了解对手研发的程度到什么地步。上海交通大学集成电路学院跟清华大学他们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全球第一款专门为生成式 AI 打造的生成式光子晶片。然后呢，在这个处理影像生成跟影片相关任务的时候呢，这个晶片的就是这个光子晶片的运行速度比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辉达所推出的 A100 电子晶片要提升了100倍。
然后在理论上呢，这个光子晶片的运算能力可以比传统电子晶片提升1000万倍啊！相关的研究内容也在12月19号这一天登上了国际顶尖科学期刊，就是《科学 Science》这一本这个期刊当中。好，那当然我们知道辉达它对标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华为，那现在又杀出这个上海交大集成电路学院呢，跟清大他们研究团队共同推出的电子的就是个光子晶片。不过，当然现在还没有市场化。陆老师，您觉得，就未来呢这样的一个研发或突破，可能为美中在后续特别讲到 AI 的总体竞争，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我想会有一些影响，是说这个生成式光子电这个 light chain 它是想要突破，因为像华为任正非也说了，在物理上他们要追赶一个晶片的算力能力，他们觉得很难，所以任正非说：“我用数学来代替物理，我用堆叠来代替单一，我用电力来补强算力，我用这3方面去补强我对一颗晶片的算力我们不足的地方。因为他认为他晚他1到2个世代，所以那这个 light chain 呢，他就是说，我们过去一直在追赶这个先进制程很辛苦，那我这样换道来超车，我换一个道路。你过去是用电子来传送，因为电子传送会有电阻。”会发热，所以为什么一直都需要这个散热，要液冷系统来降它的温？所以这就是电子传送也有它的障碍者所在。那光子传送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个 light chain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它不是要取代辉达的这个 GPU，它是针对生成式任务优化的一个专用加速器它不是通用的处理器。是，就像 Google 它的最近发明的这个 TPU。它也不是要取代辉达的 GPU， 它只是在特殊任务、特殊的效能上，它可以加快它的速度，加快它的算力，并不是。所以将来会怎么发展？辉达会成为你要辉达的晶片是处理非常复杂的逻辑指令跟模型的训练。那这样的光子呢，它可以处理怎么样？就影片的生成。影像的生成这方面，它是专注于影片跟影像生成这方面的功能，所以是把这方面的效能把它强化一下。而且现在的确还是诚如你说的，在实验室的原型。那如果2027年能够商业量产的话，那就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成果，非常不错了。那我们还是期待能够看到它能不能市场化，能不能够商业化。未来应用的话，即便是这个量产了，它还是用来作为执行特殊任务用就是说它是一个专用的，而不是一个通用型的。对，是针对影片的生成，还有影像的生成，了解这样的补强它的功能。H200要进大陆了吗？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抛出了这个震撼弹，他在 Truth Social 上面呢，他就发文宣布说，批准辉达向中国大陆出售高性能的 AI 晶片 H200，条件是呢，每一笔卖给中国大陆的 H200的交易这美国政府要从中抽趴25%的利润。华尔街日报跟彭博同时指出，这项政策呢是川普在和他的顾问团队进行了好几个礼拜的激烈辩论之后，终于拍板定案。而在辉达这边呢，官网上面就介绍说 ，H200跟 H100 GPU 两个相互比较的话，在处理这个 Llama 2 70B 这个等这些大型的语言模型的时候呢，可以把推论效能大幅提升到最高2倍，可见得呢，毫无疑问，它是一款高阶晶片。好，那说到了这个 H200，先前我们讨论好久说这个 H20不让进到大陆去，结果呢 H20不卖，而且还是降规的。前后呢，听到了美方这边还讲说，我们就是不卖最好的，我们要卖次好的，还不是次好的，连第4等的，就中国大陆就不买了。现在直冲说要卖最高阶的 H200那解禁的方面是美方，大家是觉得看得一头雾水这个如果从决策思维的角度来切入的话，先请教安阳老师怎么看美方在想什么？我想几个部分第一个 H20版是个阉割再阉割的版本所以说基本上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它是不划算的一个产品。而 NVIDIA 现在的已经到 Blackwell， 明年还有这个 Rubin， 所以 H200基本上是过去的一个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可以开放的。但是有一个东西非常关键、很有趣的就是说 NVIDIA 因为它为了要跟它的竞争对手在做竞争，
它现在未来芯片，因为摩尔定律已经改变，以前摩尔定律是说我在同等的一个成本概念，我每2年我可以把我的效率提升。可是现在因为大家不断在竞争的效果，最后变成新来的芯片，它的 power efficiency 它是更耗电的，然后它事实上它的单位成本是更高的。对，那事实上它的 CP 值是更差的。而因为 power efficiency 更差，所以有一堆的 supply chain 反而因为这样有一个机会，那反而变成说中国买我旧版的产品，而中国的电力的储备是美国的2倍以上，所以美国的公司在不断的在买新的产品，效能更差，电力资源又更差，而中国倒过来，反而 CP 值是比较好的，而就是你挡它，中国有蚂蚁雄兵的方式可以带过去，美国自己的公司也在做转送的工作，或者是中国可以利用中东、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算力，还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或者是中国公司自己更有 incentive 开发出自己相对克难版的版本来做这事情，所以挡也挡不掉。对，我最近在听产业的分析啊，有一场论坛上面也特别提到，对于美方从拜登到现在的川普哈，一直采取这个围堵封锁，反而是适得其反，养出的这个包括华为啊、中兴啊，他们强大的研发能力啊，这是被美方逼出来的哈。那所以从市场跟研发这2个角度分别再进一步思考的话，因为现在最开心的应该是黄仁勋了。刚才王安老师也特别提到了 H200现在还算新，再过个1年不到，可能又被超越了哈。所以黄仁勋现在想法是什么？赶快就卖吧，是这样。对，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危机是这样哦，当年 GPU 打败 CPU 在 AI， 是因为 GPU 它专门在为 AI 在做事情。但是现在如 Google 来讲，它有 ASIC 比 GPU 更好，因为 Google 它有算力，它加上芯片更 powerful。我认为黄仁勋做一件事很不对的事情，就是他呢跑去找台积电，他要求效能的提升，可是造成 power 更差，也就是说，他会让全世界为了得到他的目的，我上次用了更多的电力，更对环保啊各方面更危害，好像没关系一样的。那这个基本上来说，我对商业道德的这我是有严重的一个问号。再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至于他在中国他在乎什么事情，他事实上有一个台湾的机会，台湾自己把它放掉，就是说 NVIDIA 在中国有很多员工，台湾为什么不让这些员工研发的到台湾来？反正美国有长臂管辖权，然后在台湾我们可以有高阶的中国最优秀的这些员工在台湾做研发。在同样的事情，台积电走出去了，为什么台湾不能够把 NVIDIA 想做 AI Factory？ 因为 NVIDIA 想要竞争，将来的 CSP 都有自己的 ASIC，NVIDIA 客户是谁？那 NV 可以把 NVIDIA 到台湾来做 AI Factory， 让我们的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台积电走出去了，他们承受了关税，让他们可以做转型，他们 AI 化。然后进而把这个变成全世界的中小企业，全世界传统企业都需要靠这个 AI 的这次的 transformation 用台湾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因为 AI 太用电了，所以呢就必须要跟美国买 SMR， 就让 nuclear 这个技术在台湾来，美国的 nuclear 进来，然后呢台湾的 NVIDIA 芯片是从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生产的，也解决到美国所谓的贸易逆差的问题。对，所以其实整个半导体未来在突破上面呢，其实有2个非常关键的要素，一个就是能源，另外一个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高阶的人才啊，是研发的人才。好，那现在 H200说要让卖到中国大陆去了，路透社就报道说呢，目前包括了像谁呢？阿里巴巴跟字节跳动都已经向辉达提出了采购的需求，而且采购的量还不少哈。这2家中国大陆的科技巨头都有意大量的下单。但是必须仍然要等待北京方面的批准。好，另外呢，也看到了 DeepSeek 啊，在今年1月我们就知道它就推出了成本非常低啊，但是却能够跟矽谷的主流模型竞争的 AI 系统，所以引发了全球高度关注。而 DeepSeek 呢，是由中国大陆的量化基金，就是幻方量化投资的。那有报道指出呢，说幻方量化早在2021年啊，就累积了大约有1万颗。这个 NVIDIA 的 GPU， 所以避开了美国从2022之后才对高阶晶片，当时候才做了这个出口的禁令啊，所以在被禁止之前，早就先买好了。那现在大家在看的是 H200，卖到中国大陆去，可是最近我看到这2天有一些分析是说买的到底会是谁？
有人说，哎呀，这个民企一定是像刚刚讲到的阿里巴巴跟字节跳动，但是国企恐怕不容易啊。大使怎么看？事实上，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主管单位啊，曾经已经禁掉 H20啊，就是说，尤其是公部门不能买，而且对私部门提出警告，就是它可能有这个泄密的可能。所以这个 H200是不是能够在中国大陆通行无阻啊？现在很多国际媒体都质疑。像 Financial Times 他就很明确的讲，他说事实上中国大陆的主管单位现在正在召集阿里巴巴、腾讯啊、字节跳动啊，来评估一下他们的需求是在哪里，然后再做一个整体的考量。所以呢，这个问题现在好像不是说你要卖，马上你这个市场大门就为你大开，我还不见得买呢。哎，那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的这个环球报道的这个胡锡进他也说，这个美国卖 H200给中国大陆就是一个阳谋。哎，他说为什么阳谋呢？他说目的是削弱中国本土晶片的发展空间。那当然就是说 H200它的能效，事实上有人说是 H20的6倍它虽然不是第一线的这个GPU， 可是它的能效是比较高的。所以当然市场上一定会有需求，也有很多讲法。有人说，事实上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些运算中心算力都已经放在邻近国家，譬如在这个马来西亚那事实上马来西亚它进这个 NVIDIA 的这个芯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事实上的话，很多进到马来西亚晶片也可能将来会进到中国大陆，或者这个运算中心可能就放在境外这是一个选项。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的政府来讲的话，公权力来讲，除了安全的考量之外，那当然还是要扶持本土的这些这种就是说 AI 晶片的发展。过去1-2年，中国大陆在晶片的发展上已经有了很初步的成效。华为的升腾910C 910D 更高的都已经出来了。寒武纪今年的股价暴涨，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芯片得到市场的肯定。所以呢，现在中国大陆逐渐摆脱一个就是说AI 晶片必须要非进口晶片不可的一个局面。是，而且呢，本土的这个芯片正在快速的发展。所以现在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的公部门来讲，它可能也会看看这些业者的需求，可是呢不会完全开放。那我认为会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你非有必要买的话，那你评估出来非有必要买的话，那它会有设一个前提，你不要对美国芯片在不会让你本身对美国的芯片产生长期依赖这个前提，而且呢会妨碍中国本土的这个相关芯片的发展的这个情况之下，你适度购买有前提的，一定会有前提的。所以我认为就变成就是说，很多这些国际媒体也有说，他说其实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开放，看起来好像川普赚了25%，这个出口税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其实黄仁勋在过去在 H20被美国政府也是川普禁的时候，他过去去说服他们，后来川普就放了 H20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黄仁勋讲了一句话，他说开放才是对中国经济最有效的中国晶片发展最有效的压制。你不开放的话，你就是鼓励中国本土芯片的发展。所以规则很清楚大使刚刚分析是未来，他买的原则就是规则很清楚，你要符合原则，符合原则的呢，然后一定的量，我才让你申请购买。那当然，因为现在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晶片自主化推得如火如荼所以呢，当然外来的晶片也有可能会压缩到本土晶片的成长，所以这中间怎么样调控？买家思维，刚才大使特别做了一个精辟的分析。好，那说到这个 H200要卖给中国大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位技术专家叫 McQuell，那他就
非常的担心。他说，美国向中国大陆出售大量的 H200晶片，等于帮中国大陆的 AI 产业加上了火箭的燃料。因为华为之前就已经坦白说呢，至少2年内无法打造出超越 H200的晶片，所以呢，民主党有位参议员就要求黄仁勋跟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特要到国会，针对这件事情出席听证会，不是说川普决定就算了。好，所以我的问题就是，Russ H200过得了众议院这一关吗？也不是少数党、民主党参议员说的就算了，对不对？我觉得过的机会还是很大了。虽然最近有跨党国会议员有提出一个草案，还是要禁止 200出口到中国去，但是会不会通过，真的是要看多数党领袖跟白宫协调。这个不是民主党自己能通过的草案，而且说实在，很多共和党及国会议员，虽然他们对这件事情跟白宫意见不同。但是不想让白宫川普总统难看，所以如果川普不同意的话，他们就放弃了，不会把这个草案通过。但是有关作证这部分，按照黄仁勋的今年的动作，其实他常常接受媒体访问，也常常跟政治人物互动，尤其是川普总统本人。所以我认为，基本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招来他来国会作证，基本上会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就像大使刚刚有说了，黄仁勋从来没有怕表达他的立场，而且他的立场也是非常清楚。他觉得最好是让中国依赖我们美国设计的晶片，这个他不是秘密啊，都有你公开说，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尊重他，因为他有一个立场，他愿意表达。虽然有一些批评其实有很多批评，美国对中国的鹰派会批评，但是他还是愿意公开站在他的立场，所以基本上他去国会作证，我觉得他一点不怕。那 Ratner 不会想去了，因为他怕被少数党攻击。可想而知的是，黄仁勋在这个听证会上面一定会强调是。辉达的晶片卖给中国大陆呢，绝对对美国来讲是有益而无害的，而且是不只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是 Make America Rich Again。好，我们说中美两强的竞争，未来 AI 尤其是科技方面绝对是重中之重。所以全球都在疯 AI， 但是会不会疯过头了？因为这个 AI 是不是有泡沫化的危机？这几天的全球股市上演了一场像 AI 的大逃杀。辉达市值半个月蒸发了1兆美元，另外像帕兰泰尔还有超微、美超微是全线崩跌。最致命的是45家云端 AI 半导体大厂平均本益比飙到23倍，但是他们的获利只成长了13%，显示股价的上升跟基本面呈现严重脱节的情况。警讯还不止如此。韩国交易所罕见的对 SK 海力士发布了投资谨慎的提示。另外，新加坡金管局也警告 ，AI 的估值偏高，恐怕会引爆信贷危机。而这个大卖空主角叫 Michael Berry 呢，他居然是放空辉达，那放空刚才说的那个帕兰泰尔。那帕兰泰尔其实它是一家软体跟技术的服务商整个市场的气氛突然变得很不一样大家都在想说是到底是会获利还是陷到了一个瓶颈，是不是 AI 开始有泡沫化的危险？好，那么这个讲到了 AI 泡沫化。大使，因为我们曾经在2008年08年那时候 .com 这个网络泡沫化的危机大家感觉好像会不会是又来一次这样的一个泡沫化？您觉得怎么看？这有不同的说法不过一般的认为就变成就是说，最近的这个美国的大的 AI 公司之间彼此互相投资的例子很大，而且金额也很大。比如说像这个 NVIDIA。跟这个 Mega， 然后最大还有这个 OpenAI， 对，还有这个这几个大的厂里面，甲骨文也是，甲骨文 Oracle 他们彼此互相投资有时候都是3000亿、4000亿美金的这种大的投资，那所以就变成好像看起来并不是市场这个有新的资本进来，而是大公司之间相互的怎么样，互相的投资，那好像有这种制造这一种形象，好像这个这些公司都受到大额的投资，
那就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在进行这个股票的这种股价的操纵，那就变成就是说有一点点信心动摇。所以像 Oracle 本来它就是说它的股价在它宣布应该是 NVIDIA 对它投资了3000亿美金的时候它事实上它当天的股价就涨了30%。可是问题后来的几天就一直往下跌，一直往下跌。虽然它有拉起来，可是现在跌回到它在涨价的那个30%，它到回那个水准。那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大家要怎么讲？大家要怀疑的就变成说，其实 AI 这个产业是不是这么好？就跟 .com 的产业一样是不是跟它当时这个.com 这个整个 bubble 破的之前？大家认为就是 .com business 好像这个市场远景好得不得了。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新兴产业啦，我认为这是一个新兴产业。是。那你可以看到像黄仁勋这些产业的领军者，他们做出来的预测当然是很这个远景非常好那未来可以创造多少利润，市场有多大然后他们要多少投资多少。画一个饼嘛。画一个饼，因为它是高科技的。那也有不同的科学家在场，有不同的意见啦。他说是好，可是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它的应用范围可能也不是在短暂的时间它可以创出这么大的获利，或者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那这个就是说也有这个说法。不过我看最近有一个就是 Goldman Sachs 的一个报告他们认为这个现在的 AI 产业并没有 bubble。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他去研究了，他认为就是说由这个 Magnificent Seven，也就是 AI 产业里面领军的7个美国的公司，他去调查他们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所谓的 cash flow 就是说它现金的周转，他发觉还是非常非常的充裕。然后呢，这些公司因为它有很大的现金流。所以他们在进行所谓的自己股票的回购，还有自己股票的这个股利的发送的时候，他说都非常非常的正常，没有任何有这个有 bubble 的迹象，也就是说这个泡沫的迹象。是，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产业还是充满了活力。那当然就外界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说。大家比较诟病的就是说，这几个大公司之间相互的投资，相互的投资，而且金额非常的大。那对这一点有产生怀疑。那至于 AI 产业是不是如他们这些主要的这些黄仁勋或者几个这些领军人物，他们所描绘出来这么大的愿景可能要打个问号。有人在怀疑。可是看到美国的这个国家，还有中国大陆几乎都是全力在投入这个 AI 产业，没错，认为是一个下一阶段这个人类的产业的最主要的领军产业。而且就这个中美两强来讲的话，也是未来在竞争国力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关键，这是一个关键产业。那中国大陆也是大量的资本投进去，所以你要光说美国人说这个产业。说那么好，你会怀疑的话，可你看中国大陆好像在作为上跟美国也是一样，全力投入的一个产业。所以我们说，AI 如果是未来的趋势的话，当然现在大家一窝蜂的投资，还是必须要注意到风险特别是债市最近有一些端倪美国银行这个首席策略师他就指出，他说 AI 巨头呢，在这一年拼命的发债包括刚刚我们点到的几个像 Meta 啦、甲骨文啦，甚至是云端巨头等等都在借钱。那问题来了，就是说呢，如果说 AI 这么赚钱的话，为什么大家还要疯狂的来借贷尤其是他们提供了一个数据甲骨文的债务股本比居然是高达500%。那市场也惊爆出呢，像是 Meta、Google 跟微软呢，都在延长设备折旧的年限。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达到美化财报跟获利数字的目标。所以股价高。获利又被垫高，那刚刚提到说，虽然有现金流，可是现金流到底真实的数字、真实的状况是如何大家才会因为这些种种的因素去考量到说，会不会有可能泡沫化呢？现在这还是一个问号，就是既然它是一个趋势，既然大家都要投资，可是为什么 AI 的泡沫现在大家讨论就是从债市端来看，
有没有可能会引爆的危机？这部分庄老师是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 Oracle 的债务股本高达500%，就相当于这个营运的债务是股东权益的整整5倍，听起来吓死人哈！一般企业应该早就垮了哈。那 AI 很花钱，我打个比方，就好比说在一个富丽堂皇的歌剧院里面上演音乐剧，那观众满坑满谷拍手叫好，就歌剧院老板抱怨说会赔钱，会倒闭。为什么这样呢？因为 AI 啊很花钱，第一个花在硬体设备方面。NVIDIA 的这个晶片啊，单体啊，我们讲到那个 H100，我刚一查报价就3万美金起跳，新一代的这个 V200是5万美金起跳，而且单片晶片无法运作，你买一个最简单的 server 要8片，好，8片乘一个 server 要50万美金啊。那你买这些晶片硬体之后还不够，还有一个 data center 资料中心，好，给它储放，包含电力，还有巨量的一个冷却系统啊，像那个中国贵州那边就有3栋来当 data center， 主要是省电哈。那具有了一个冷却系统，还有网络流量，还有这个新建设施，所以这个这东西很花钱。第3个呢，人才的研发、培育、挖角又要花钱。那这钱花下去之后呢，现在的 ChatGPT 1个月才给你收20美金嘛，然后 Pro 的 Professional 才收200美金。那纵使有钱赚，也是杯水车薪，而且还有个时间差，你可能1年后、2年后、3年后才入账。所以第一点有这样的问题。第二个呢，债券到期，因为长久以来资讯科技产业习惯去借钱，因为属于低利时代。那你低利借贷，这个债券到期之后，就只好再借更高利息的高额债券回来抵，又花一笔钱。对，再来就是你有可能要发股利啦，或是要 buy back， 要买回库藏股等等，又要花钱。所以为什么财务报表不好看？就是这样。当然，主任刚刚问到了，这种搞法是不是压住成本，还是掩盖亏损？坦白讲，2个都有。我举例哈，一个 server 就是 GPU server， 它可能15万美金，折旧是3年，每年摊列成本是5万美元。你把它改成5年，每年摊列3万美元，1年就省了2万美元。财报就好看。对，就好看了。事实上呢，这个都无助于掩盖了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研破状况。那刚刚大使也提到嘛，有没有可能 AI 走在人类需求之前？有可能，因为产业的发展已经走在人类需求之前。那如果未来没有进一步的这个需求达成，投资下去那些就血本无归。对，更可怕的是呢，这个美国方面也有学者呼吁啊，要暂停开发 Super AI， 因为它已经超越人类可以驾驭的范围。如果在缺乏全民共识跟足够伦理规范，可以安心使用之前，还要暂停研发，我想这都是对我们这个产业的一个严格考验。所以是不是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说供需的问题啊？是说我做了这么多这个投资，这么大量的投资，但是未来的需求到底有多少？哈，这个。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制造的人，他当然希望他要去创造那个需求量出来。那当然，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最近在市场上面，大家也说压倒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哈，就是 OpenAI 的执行长 Sam Altman 他就直接警告，他说 AI 革命需要政府补贴，否则是撑不下去的。这番话让大家听了就有点害怕，说这是不是代表着 AI 商业模式还没有办法自给自足啊？MIT 这个最新研究更指出，95%的这个全球 AI 企业的投资现在是零回报，哇，95%是非常高的。好，更可怕的一种叫做衔尾蛇资本模式啊，这个模式呢，其实就是晶片大厂投资云端公司，云端公司在保证采购晶片 ，AI 公司再回头买云端服务。啊，这个衔尾蛇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是找这个图，就是呢。它会自己吞噬它自己的尾巴，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循环了。这也是大家最近常常听到一个，就是永生啊，就是我可以一直不断的去循环。但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会不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呢？Russ 你怎么看呢？因为95%的 AI 专案现在根据目前的数据是都没有赚钱，然后 OpenAI 今年亏损高达70%的营收哈，所以泡沫化的问题，因为大家就会联想到刚刚讲08年的 .com 的那时候的泡沫。最后生存下来的当然有，可是你怎么看？泡沫化不能排除，因为我们过去有经验啊。目前我们不知道以后AI 的功能对不管是对企业界、政府部门或我们个人的消费者会有什么样的真正的影响，或者我们需要买多少的服务。那尤其是我们个人的 individual 的个人消费者，当然有很多 individuals 已经开始使用 AI， 尤其是如果像在
社交媒体做影片啦，那很多人已经买 AI 的package 来做影片了。企业界也开始使用，不管是在客户方面或做什么市场预测等等，那很多大企业已经开始买 AI 的服务，但是真正的用途就跟25年前那个时候网络一样，我们不知道以后5年以后、10年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用途。这个目前真的是一个大问题。说它未来的应用，对不对？对，应用的范围跟领域。对，但是相关企业还是会继续投资了，即使有泡沫化，部分 AI 公司退场，未来还是继续会存在，而且会有它的成长，跟网络一模一样。网络泡沫化的时候，那过几年就有 Facebook、Amazon、Google、YouTube 等等一些很成功的网络企业出来。对，那 AI 也会一样，就是很难预测，但是至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目前知道一件事情，川普总统不希望在他执政的时候会发生这个泡沫化的情况，所以 Sam Altman、OpenAI 执行长这样公开说，我们需要补贴，我相信川普也有听到。他是讲给川普听的。是的，所以将来几年不排除美国国会，尤其是如果是在共和党的两院在共和党的手上，那补贴可能会到位了。而且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也相信中国政府习近平等等。也不希望在中国境内 AI 会泡沫化，所以他们也会提供补贴。我刚刚特别点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那个衔尾蛇那样的一个那个循环哈，就是最担心的就是资金断裂的问题。那你刚刚提到了，解方就是政府补贴，是这样吗？是，其他没有办法了，就是我们已经看，不管是美国或者中国、欧洲、日本等等，他们对科技业做政府的补贴投资，对，已经是普遍化了。所以回到那个资金断裂的，就是要不发生这样的一个危机的话，那只能够政府出手了。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